近年来，汽车行业出现了库存积压的现象，尽管许多车企的库存已经达到了高水平，市场上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，许多企业仍在持续大规模生产汽车。这一现象背后涉及到多重复杂的原因。为什么在库存积压的情况下，车企仍在不停地生产？汽车行业是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，尤其是近年来全球车企的竞争愈发激烈，各大汽车品牌都在力求维持或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企业往往面临一个困境：停止或减少生产，意味着市场上会出现供给不足的情况，这可能会导致消费者转向竞争对手的产品。即便在需求减弱的情况下，许多企业也不愿意降低生产力度，以免失去宝贵的市场份额。为了维持市场份额，车企可能采取增加产量的策略，以保证销售渠道中有充足的库存供消费者选择。此外，市场上新的车型和技术不断推陈出新，企业为了保持技术领先和品牌影响力，必须频繁推出新产品，这也导致了生产量的持续增加。车企在生产过程中会受到规模经济的影响，大规模生产有助于摊薄固定成本，降低单位生产成本。汽车生产是一项高资本投入的行业，需要巨额的研发费用、工厂建设以及设备维护成本。如果企业减少生产，单位生产成本会上升，这会导致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下降，进而影响利润率。因此，即使市场需求下降，车企为了维持盈利能力，可能依然选择保持一定的生产规模，以确保产品的单位成本不至于过高。此外，汽车生产线的停工或减产也会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。生产线的重新启动和人员安排的调整，往往需要大量时间和成本，因此，车企通常更倾向于保持连续生产，以减少生产线频繁启停带来的额外开支。政府政策对汽车生产有着重要影响，许多国家的政府出于支持本国制造业、促进经济增长等考虑，向车企提供各种形式的政策补贴或税收优惠。这些政策往往与产量挂钩，车企为了获得这些补贴，不得不维持一定的产量水平，即便市场需求并不强劲。例如，新能源汽车行业在近年来得到了各国政府的大力支持。为了推动节能减排，政府对新能源汽车提供了大量补贴和优惠政策，这刺激了车企加大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力度。虽然市场需求可能没有预期中增长得快，但由于政府政策的推动，车企仍然在积极生产这类车型，以获得政策红利。汽车行业的供应链极为复杂，涵盖了从原材料供应商到零部件生产商，再到物流公司的众多环节。这些环节之间的合作通常是长期的、紧密的。为了维持供应链的稳定运转，车企往往需要维持一定的生产水平。如果车企减少生产，这可能会打乱整个供应链的运行，甚至导致一些供应商破产或陷入困境。为避免这种情况，车企在需求下降时也可能继续保持生产，以维持供应链的稳定性。同时，车企与经销商之间的关系也是维系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。经销商需要一定量的库存来保证市场销售，如果车企突然减产，可能会导致经销商无法及时获得产品，进而影响市场供应的连续性。因此，车企往往需要根据经销商的需求保持一定的库存量，即便实际市场需求不旺盛。汽车行业正处于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，智能化、电动化和自动驾驶等技术正在逐渐渗透到市场中。车企需要对未来市场需求做出预判，并通过提前布局来抓住未来的市场机会。虽然当前的市场需求可能低迷，但车企相信，随着新技术的发展，未来市场将迎来爆发式增长。因此，他们选择继续生产，以应对未来的市场需求。此外，技术的变革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。为了支持新技术的研发和推广，车企需要持续保持盈利能力。因此，即便当前库存较高，车企也可能通过保持生产来提高销售收入，进而为未来技术变革储备资金。全球经济波动也是影响车企生产决策的重要因素。许多大型车企的生产能力不仅仅服务于国内市场，还包括全球市场。当一个地区的需求下降时，企业可能会把目光转向其他潜在的出口市场。全球市场的复杂性导致车企难以准确预测需求的变化，因此他们常常选择保持较高的生产量，以确保在全球范围内都有足够的供应。然而，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也带来了新的挑战，供应链中断、原材料价格波动、国际贸易摩擦等问题都可能对车企的生产决策产生影响。为了应对这些不确定性，车企可能会选择在短期内维持较高的生产水平，以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供应链断裂或其他不可预见的市场变化。
汽车库存积压的现象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尽管市场需求减弱，车企仍在持续生产，主要是为了维持市场份额、降低生产成本、获取政府补贴、稳定供应链、应对未来市场需求以及应对全球经济波动等原因。这些因素相互交织，构成了车企在库存高企情况下仍然继续生产的复杂局面。所以，停产停工对于加工企业而言，那是迫不得已的选择。停产停工代表员工的薪水降低，甚至停薪，那么员工该如何生活？车企不是不能停产停工，只是一旦那么做，后果是很严重的。比如之前某品牌 B 级车打折到 A 级车的价格，实际上这可以看作是经销商处出现严重滞销，库存压力太大，导致无力按照约定继续购入厂家的汽车，最终库存压力还是会转移到车企处。库存是利润杀手，而工厂的利润本来就低，靠的是快进快出赚那么点利润。一旦库存不能及时清除，那么利润就会迅速被吃掉，进而造成停产停工的风险。而解决之道也便是大幅度的折扣力度了。总而言之，车企及任何大规模用人单位并不是不能停产，只是停产后所面临的问题太严重，上中下游几十万员工薪水降低或停薪，那不是小事。所以各位往往会发现，工厂似乎一直在工作，永不停机，而经销商库房里的车永远是满满腾腾的。未来，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，车企可能需要更加灵活的生产策略，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来更精准的预测需求，采用更加灵活的生产线调整，以避免库存进一步增加。同时，随着智能化、自动化技术的发展，车企也或许能更好地平衡生产和库存之间的关系，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。好了，本次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大家有什么建议和想法的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都会一一回复。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，请点关注。车生活，下次节目继续等待您的到来。